物證報告出來了，現場的出租車擋桿不在檔位上，我去看了現场被掩蓋的輪胎痕迹，前輪的摩擦力明顯比正常的要大，應該是兇手在殺完人之後再把車推到了湖中。喂，你快来！我现在就在这个水库边上。对，出事儿，出事儿，3人死了。对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中队情况怎么样？没问题了。哎，柱子。哎，老万。上哪儿了？哦，没事，走吧。什么没事啊？来都来了，拍个 CT，顺便检查一下啊。我跟韩队把假都请了，走走走。我真没事儿，回局里。祝清月。华涛临牺牲之前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照顾好你。怎么现在我管不了你了是吗？能不提我哥吗？我得好好检查一下。老万，我看见离一起案的嫌疑人了。没休息。嫌疑人车牌号了 B53617，车牌号是假的，但昨天晚上交警追踪到他进入了枫林都城小区，并且停留了1个小时。最巧的是，小区在同一时间发生了坠楼案。那个人那天晚上就去找王晨。他们说吃了这个就有勇气跳了。主任，汪晨的血液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查出了麻醉剂的成分。哎，这是啥？啥呀？这么重呢？大仙儿，帮我抬一下。哎呀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是人！报警！报警！
哎，林哥，老板說沒有任何陌生人出現過，問問他們。好嘞。林哥，我這邊也問了幾戶人家，目前也沒有什麼發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团队，这个尸体是那2名环卫工人在垃圾桶里面发现的。我刚才转了一转，这附近没有一个摄像头。怎么样？初步確認是一名年輕女性，除了臉部遭到毀壞以外，手上的指紋也被磨掉了。对，你說合成最近怎麼這麼多兇殺案啊？我覺得有點奇怪。死亡時間大概是在2天前，晚上9點到11點。判隊，怎麼樣？死者為女性，身高1.65米，體重100斤左右。從死者的長骨末端骨頜線至恥骨聯合面來推測，死者的年紀應該是在29歲至32歲之間，沒有生育史，生前也沒有被性侵過的痕跡。我們在死者的胃裡發現了一些食物的殘渣，有牛肉、麵包、西蘭花，血液當中還有酒精的成分。根據屍體的幾項數據以及胃內的食物殘渣來推測，死亡時間大概是在2天前的晚上9點到11點之間。死因是大出血，致命傷在頸動脈。這是什麼兇器？兇器的形狀很特別，很像是三角形一類的片狀物。傷口在右側，兇手是左撇子，很有可能。DNA 呢？失蹤人口當中沒有找到符合的。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從他腰部那個紋身開始着手查。我想起來，我好像看過一個懸案，死者身上的傷口跟他的很像。14年前，李家鎮發生過一起殺人案，死者是19歲的女大學生，兇手至今未能找到。當年的辦案民警推斷，兇器是一支鋼筆。現場有找到兇器嗎？沒有。這個案子還有更多的資料沒？更多的資料估計得回到案發地，找當年辦案的刑警，了解基本情況。你覺得這兩個案子有關聯？從傷口上來看，確實很像，但如果要判斷兇手的手法是否一致，還需要更多資料。行，那朱隊，你跟進一下紋身的線索，我們去李家鎮。韩队，哎，李所，齐主任是吧？你好。好，你們提的案子呀，資料都準備好了，進去談吧。好，來，來，喝茶。謝謝。啊，你們提的這個案子呀，當年在我們鎮上鬧出的動靜挺大的。跟我說說吧。這個死者呀，叫樊絳雪。是個隔代教養，就是奶奶養大的。我們呢都是看着她長大的。她從小啊就喜歡畫畫，經常到後山上去寫生。出事那一天呀，鎮子全亂了，縣長啊也是手忙腳亂的。當年沒抓到嫌疑人嗎？我們這個小鎮呀，沒有發生過這麼兇殘的案子，再加上10幾年前，偵破手段也不成熟，我還在想，這個案子是不是到我退休了，也破不了。哎，你們發現的那具屍體，傷口真的跟絳雪的一樣？會不會，兇手是一個人啊？現在還不確定。這個人是，哦，這個丫頭啊叫胡潔，和絳雪從小一起長大的。絳雪家境不好，但是胡潔這孩子心地善良，不嫌棄她。2個人啊經常一起上山畫畫。當時案發的時候，
这个胡杰在场吗？那天他说他感冒了，他在家里，没一起去。哎呦，幸亏没有去，他要是去了，说不定也出事了。他还住镇上吗？能带我们见见他吗？这个降雪的案子没有破，镇上啊人心惶惶的，很多人都搬走了。这个胡杰啊，听说是让爸妈给安排出国留学了。朱队，我找了几家纹身店，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继续找。好。朱队，我找到了。我在网上的一个博主的视频里面找到了一个女孩有同样的刺青。对，就是这个纹身，跟无名尸体一模一样，连位置都一样。听说她10几岁就出国留学学艺术，最近刚回国。叫什么名字？还不知道，只知道她的网名。尽快确認一下這個女孩的身份。是。原來在國外啊，難怪查不到。刑案小說啊。朋友出事當天他剛好不在，出完事之後他立刻出國，這個胡杰肯定有問題。從年紀上來看，和無名死者也很接近。喂，喂，韓隊，我們在網上找到一個女孩，身上的紋身跟無名屍體是一樣的，具體的身份我們還在調查。我把照片發給你，小蘇，發給韓隊。好。是胡杰。這個人是李家鎮死者的朋友，他叫胡杰。我會把這胡杰資料傳給你，你找他家屬對比一下 DNA，確認身份。好。來了。這小屋啊，早先是給附近護林員休息使用的，久了漸漸就沒人了，所以啊，也就荒廢了。進來看看。來，降雪、胡杰兩個孩子啊，以前常常到這兒來玩，但是自從降雪出了事以後啊，這地方就更沒人敢來了。哎呀，哎，當心點啊！沒事。鎮上啊，有些孩子把這說成是鬼屋，啊，來探險。偶爾啊，會有幾個調皮的孩子上來看一看。哎，注意腳下啊，這邊。這就是當年的案發現場啊，屍體就在那個位置。這裡吧？對。當時法醫鑑定是頸動脈被刺破後因失血過多而死亡，兇器是一支鋼筆，但在現場沒有發現那支行兇的筆。怎麼斷定的是鋼筆啊？傷口形狀吻合，在傷口裡發現了鋼筆水。當時我們在現場發現了畫板，樊降雪身邊有一支鋼筆。上面只有他自己的指紋，但沒有血跡。另外啊，我們在現場發現有人明顯打掃過，指紋、足印，通通沒有。最後找到了一根頭髮。兇器的形狀很特別，很像是三角形一類的片狀。
当时凶手的作案手法是怎么确定的？死者伤口的创面是在右侧颈部，从创口到用力分析，应该是正面斜刺入。但是，要是用右手的话，只有反手刺入。凶手的姿势啊，非常的别扭。但是如果用左手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，凶手是左撇子。对，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判断的。那个头发的比对是什么结果啊？那根头发呀，是个断发，根本没有连接毛囊，所以不能用来确認身份，只是知道不是樊绛雪自己的。现场只有画架，却没有找到畫。我們覺得也挺納悶的，以為是被風吹走了什麼的，最後派人把這附近找了一遍，還是沒找到畫。兇手應該留下了證據，所以把它拿走。不知道。不对，我们联系上了胡杰的父母，他父母目前都在国外。他父母说胡杰已经回来几个月了，但是我们查了他的通话信息，因为他的手机号是澳洲的，所以目前没有有效的信息。这位是他家的保洁阿姨，她给我们开的门。朱队，阿姨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咱坐下聊吧。哎，来，阿姨坐。我简单問你幾個問題。您上一次見到胡杰是什麼時候？前天來打掃衛生的時候。您是幾點鐘來的？大概下午2點吧。那個時間胡杰在家嗎？在家。我下午開始打掃衛生，差不多6點走的。胡小姐下午5點多出去的，好像約了其他人吃飯。他接了個電話，就匆匆出門了。那您知道他約的誰吃飯嗎？只聽見他在打電話，不知道是誰。好，謝謝你配合。小輝，你給阿姨做個筆錄，然後送阿姨回家。好。之後有什麼需要，我們會再聯繫你。哎，好的，謝謝。哎，謝謝。朱隊，你過來看一下。浩然在林默這屋。我發現一個問題，他的所有畫上面都有 H 字母，應該是他的署名，唯獨這幅上面沒有。這幅畫有可能不是他畫的，把這些都帶回去，做下比對。好，去叫他們。高遠，有什麼發現？朱隊，我們剛才發現了幾枚指紋，這還有一根頭髮，準備回去檢測一下，看是胡杰的還是其他人。好。高遠，你看。
有血迹。朱队有发现，洗手间里也发现了大量擦拭过的血迹，这会不会就是胡杰遇害的第一现场？知道了。无名女尸确定是胡杰，案发现场就是他的家。当年案子的资料已经申请转到我们这边来调查了。根据小西找到的资料，胡杰现在就是一个专职的画家。我会请所长帮忙找一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樊绛雪画过的画，拿回来做一下对比，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消失的那幅画。杀死李一奇的凶手找到了？老王在查了。凶手一定和袁在有关。我们是警察，需要证据。樊绛雪案当年发现的这根没有毛囊的头发叫做毛干，毛囊里有核 DNA， 但是毛干当中却没有，所以说这根头发对于我们破案的帮助并不大。当年樊绛雪遇害之后，胡杰就离開了李家鎮出國了。14年後，胡杰回國，沒過幾個月他就遇害了。兇手的作案手法跟當年樊绛雪被害的手法一致。我們是否可以推測兇手可能是同一個人呢？還有個關聯性，就是這幾幅畫，這個是在胡杰家找到的，這個是在樊绛雪的檔案袋裡找到的。他們畫的都是同一個地方，10年前和10年後區別不大。這幅畫雖然也是在胡杰家中留下的，但是卻沒有胡杰的落款，而且這一幅紙張明顯發黃。應該是一張舊畫，有沒有可能這就是現場丟失那幅畫？這個還需要進一步的鑑定才能知道。目前我們只知道，這幅畫上除了樊绛雪與胡杰的指紋之外，還有第3個人的指紋。小蘇，找專業的鑑畫師來鑑定一下，這幅畫到底是胡杰畫的，還是樊绛雪，還是說有第3個人？也許解開這幅畫，我們就可以找到當年樊绛雪被殺的真相。好，我待會兒去辦。對了，高原。哎。胡杰家的指紋比對結果出來了嗎？我們在指紋庫裡沒有找到合適的匹配對象，我們現在還在查胡杰生前去赴約的人到底是誰。目前只能根據死者胃裡的食物殘渣是牛排之類的食物，判斷可能去西餐廳就餐過。行，朱隊，那你繼續查胡杰，我們倆去查畫這方面的線索。小西，繼續查監控。好的。這3幅畫是3個不同的人畫的。這2幅也不是同一個人畫的，因為這幅沒落款的畫，他用的鋼筆筆尖是反斜體型，而樊绛雪的這幅畫用的是標準型。反斜體型筆尖一般呢是給左手寫字的人用的，樊绛雪的這幅畫呢用的是右手畫技。你是說，那幅沒有落款的畫，畫的人善用左手？是的，沒錯。同時，樊绛雪的畫技比較稚嫩。和胡杰落款的這幅畫比有很大的差距。沒落款這幅有沒有可能
也是胡杰畫的？這個不太確定。但胡杰的畫和這幅梅洛款的畫都是用反斜體的筆尖畫的，但在程度上兩個人有明顯的差距。就畫技而言，顯然也不是同一個人，反而胡杰的這些畫有種臨摹這幅梅洛款的畫的感覺。行，謝謝你，有什麼我再來請教。行，沒事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。你怎麼看？李所长只提到樊绛雪和胡杰以前经常约在一起去山上畫畫，并没有提到有第三個人的存在，所以那第三個人應該只是短暫在李家鎮逗留，當地人並不知道他的存在。這三個人肯定認識，而且他們還相約在一起，畫了同一片風景。這幅畫上的指紋應該就是第三個人留下來的。他等着胡杰回國了之後，用同樣的方法把他給殺死。我覺得不太像。雖然說兇器都是鋼筆，但其實兇手的手法有所不同。你看，這個是胡杰的傷口，兇手殺死胡杰的時候，手法乾淨利落，鋼筆筆尖準確地刺入了頸動脈，沒有絲毫的偏差。你再看樊绛雪的傷口，這個位置介於喉嚨和頸動脈之間，而且從傷口上來看，這不像是直接刺入動脈，更像是擦破。兇手殺人都是衝着頸動脈去的，中間相隔了14年，第二次殺人比第一次要更加的利落乾脆。韩队，季主任，樊绛雪现场的头发跟胡杰的比对不一致。没错，上周五的晚上，这位客人确實來過我們餐廳用過餐。哦，當時他們就坐在上邊靠窗的那一桌。你為什麼會記得這麼清楚？因為他當時跟他朋友吵了一架，這名女士還潑了他朋友一身酒，在餐廳引起了不小的騷動。那你還記得跟他吵架的那個人長什麼樣子嗎？哦，是一名男士，穿着西裝，看上去挺斯文的。你們這個監控能拍到那邊嗎？可以。調出來給我看一下。來。能快進嗎？行。從這裡放。他們當時吵得這麼厲害，你們店裡有人聽到他們因為什麼吵架嗎？這個不太清楚。我當時沒在現場。你能幫我把這段視頻拷貝出來嗎？可以。謝謝啊，小王。好的。喂，韓隊，找到嫌疑人了。我們查到這個阮明宇是胡杰在國內的經紀人，專門幫他賣畫。這一家就是他的工作室。你好，二位是？胡杰，他真的死了？
所以，凶手是左撇子。对，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判断的。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，没想到他是怎么死的？你们吃完饭以后，你去哪儿了？吃完饭我就回到这儿来了，这是我的工作室，我平常也住在这儿。能跟我们说说那天吃饭是什么情况吗？那天我们不欢而散，有一个买家看上了他一幅很多年前畫的畫，價錢我已經幫他談好了，可是他一直拖着不把畫交給我。那天我好不容易把他約出來，想着讓他把畫給我，可是他又反悔了，因為這個我們起了一點小爭執。確定只是起了一點小爭執嗎？這次我們吵得確實有點激烈。其實這不是胡杰第一次發瘋了，他一直都是一個非常情緒化的人。有時候他會莫名其妙地把自己關起來，好長時間不跟外界接觸。有時候他又特別興奮，連續好幾天不吃不睡地畫畫。總之，他是一個情緒非常反覆的人。這兒的畫都是胡杰畫的嗎？不全是，還有其他客戶的。他們的畫賣出去之前會先掛在我這兒，你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個作品的陳列室。我們方便轉轉看看嗎？這樣。對了，這個人你認識嗎？沒有印象。你去過李家鎮？哪兒？李家鎮。这个畫無價，我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是為你好。能不能不說了？真的特別煩。到底是不是瘋了？胡杰家採集的頭髮樣本和阮玲雨比不上。你們不要再浪費時間了。胡杰的死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。宋維明的妹妹來人屍了。前2天我收拾他的東西的時候，我發現他留下了很多藥。這個比賽已經停辦幾年了。這是胡杰的銀甲，這個是金甲。陳楚川，陳楚川和原作案有什麼關係？我們離真相就只差那麼一點點了。沈峰。你不要再查了。